把3岁女孩的生殖器用刀子割掉，然后再用荆棘上的尖刺作为缝合针，将伤口缝到只剩火柴头大的小孔，用来排尿和排精血，并且全程不打麻药也不消毒，甚至用的刀片都是生锈的。更残忍的是，做完这所谓的手术之后，女孩还要被独自扔在乱石岗待上1天1夜，如果能撑到不被老鹰吃，不因失血过多或感染死掉，她就是干净的女孩，才有资格被接回家。而这就是光听名字就让人胆寒的割礼，也就是锁阴术。通俗点说，就是保持处女之身的办法，直到结婚洞房的那天，丈夫才会给拆线，回到正常的状态。这可不是什么虚构酷刑，而是发生在非洲多国以及部分中东地区的真事儿，并且这种陋习已经传承了3000多年，有上亿女性遭受过这场炼狱般的折磨，而从地狱中爬出，最终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的，正是那位传奇女性华丽丝·迪里。她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开挂来形容，而今天这部电影就是以她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来。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她是怎么从牧羊女到国际超模，然后再一步步站上联合国演讲台，最后成为非洲和平大使的吧。影片开头那个遭受割礼的3岁女孩就是华丽丝，她成功熬过了1天1夜，被母亲抱回了家。可活下来只是她苦难人生的开始，割礼留下的后遗症非常多，尤其是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那年华丽丝刚满12岁，小腹传来的疼痛深入骨髓。可比这更痛的是，父亲连问都没问，就已经给他的人生标好了价格，5头骆驼。他要把12岁的亲生女儿卖给隔壁村一个年过60的老头，给人家当第4任老婆。华丽丝看着这个满脸皱纹、门牙都快掉光的未婚夫，看着他肮脏的手在自己身上乱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不想自己的一辈子就这么被5头骆驼买断，于是在新婚夜的前一晚，这个12岁的女孩做了个足以改变一生的决定，她要逃出这片索马里沙漠，逃出这个把女人当牲口的地方。趁着夜深所有人都睡熟，华丽丝偷偷跑出了家。其实母亲一开始就听见了，但却并没有阻拦，而是让弟弟给她送了个毛毯，因为母亲也是被割礼残害的女人，她太清楚这片沙漠对女人的禁锢，她能给女儿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爱，就是假装没看见这场逃亡。可逃出了家，还要想办法活下去。华丽丝准备前往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去投奔她的姥姥。这一段路程堪比西天取经，茫茫的索马里沙漠到处都是碎石和沙砾，再加上没有水，没有食物，就连鞋子都磨烂了，脚底板全是密密麻麻的伤口。可即便再疼，他也不敢停，也不能停。困了就蜷缩在沙堆里，抱着自己的膝盖睡一小会儿，饿了就摘路边骆驼吃的带刺的野草充饥。就这么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整整跑了2天2夜。终于他在公路边拦下了一辆路过的卡车，看着他浑身是伤狼狈不堪的样子，好心的司机同意载他一程。华丽丝以为自己抓到了救命稻草，可谁知到了深夜，司机突然把车一停，直接扑在了华丽丝身上，想要强行占他的便宜。好在一番挣扎过后，华丽丝抓到了身边的石头，狠狠砸在了司机头上，这才成功躲过一劫，也终于来到了摩加迪沙，见到了自己的姥姥。而听完他的遭遇之后，姥姥心疼的不停抹眼泪，可家里的其他亲戚都把他当成了灾星，说他忤逆父亲，坏了部落的规矩，坚决不肯收留他。姥姥知道这里不是他的容身之所，留在这儿迟早会被父亲抓回去，于是姥姥用尽了自己所有人脉，偷偷给他办了护照，托关系把他送到了遥远的英国，让他去给索马里驻伦敦的大使夫人当女佣。而在大使馆的6年，华丽丝住在阴暗潮湿的半地下室里，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打扫卫生、洗盘子、擦地板，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工具。他没有资格看电视，没有资格随便出门，只能在干完所有活之后，趴在门缝里偷听电视里的声音，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学英语。而这6年的安稳对他来说不过是另一个看不见的囚笼。直到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英国的索马里大使馆被要求关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必须立刻撤回国内。可华丽丝并不打算跟着离开，因为那个地方对他来说就是吃人的地狱，一旦回去，他之前所有的逃亡，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泡影。于是他再一次选择了逃跑。趁着所有人都乱作一团的时候，他挖出了之前埋在花盆里的护照，带着几件单薄的衣服逃出了大使馆。但这样的代价就是成为伦敦街头的黑户，语言不通，没有钱，没有亲人，没有住的地方，瞬间就陷入了绝境。饿了只能去翻垃圾桶里别人丢掉的面包，渴了就喝路边公共水龙头里的冷水，困了就用捡来的破纸板当作被褥，缩在街头的角落里过夜。可这样活着也不是办法。就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个陌生女人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他的人生轨迹。那天他躲在商场的公共厕所里取暖，正好撞见了想要解手的玛丽莲。打开隔间门的那一刻，瞬间就被这个黑人女孩吓了一跳，然后就对着他一顿臭骂，
质问他上厕所为什么不锁门。可华丽丝根本听不懂他在说啥，只能用自己学了6年依旧蹩脚的英语说道 Today is your lucky day。 就是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原本暴躁的玛丽莲瞬间心软了。看着这个无家可归、眼里满是惶恐的女孩，最终还是决定把她带回自己的公寓，先收留她一晚。玛丽莲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个一时心软的决定，不仅让自己收获了一个一辈子的挚友，还见证了一个足以震撼全世界的传奇的诞生。第二天早上，玛丽莲被闹钟吵醒，结果刚睁眼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本乱得像猪窝一样的房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而华丽丝见她醒来，还贴心地递上一杯热咖啡。Cheers。 Not bad。华丽丝从小就被教着要靠干活来换取活下去的资格，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报答这份善意的方式。这一刻，玛丽莲彻底放下了对她的所有芥蒂。她不仅让华丽丝继续住在自己家里，还给她介绍了一份快餐店的工作，让她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过着。华丽丝白天在快餐店打工，晚上回到家就跟着玛丽莲学英语，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华丽丝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不敢告诉任何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像一把沉重的枷锁，锁了她10几年，直到那个夜晚，所有的一切都被彻底揭开了。那天，玛丽莲又一次收到了舞蹈学院的拒绝信，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得撕心裂肺。她从小的梦想就是进专业的舞蹈学院，可无论怎么努力，一次次投出去的申请换来的只有一封封冰冷的拒绝信。为了安慰伤心的好友，华丽丝主动提议晚上一起去酒吧跳舞，好好放松一下。这是华丽丝第一次来酒吧，听着震耳欲聋的音乐，看着肆意扭动的人群，她浑身都觉得很不自在，只能裹着臃肿的羽绒服坐在角落等待着玛丽莲。可就是这格格不入的样子，却引起了一个黑人小伙的注意。他主动走过来和她搭讪。 What's yours? What is the Her Majesty Muhammad Sulaiman Diri? Parents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to name you, huh? Where are you from? I mean, are you cold? That's a down jacket. 小伙绅士的帮华丽丝脱掉羽绒服，接着就想邀请她跳支舞，而华丽丝的心里也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在暧昧的灯光下，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可就在小伙低下头想吻她的时候，华丽丝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一把推开他，转身就夺门而逃，连一句解释都没有。这里他为什么会跑呢？因为他从小就被灌输，没结婚的女人不能和男人有任何亲密接触，而他被缝合的身体也让他对亲密关系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华丽丝一路跑回了公寓，却刚好撞见玛丽莲和男友在亲热，她瞬间就炸了。事后她对着玛丽莲大发雷霆，说她不知廉耻，是个不检点的坏女人。玛丽莲被她骂得一头雾水。 There'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What's so bad about it? Only a cut woman is a good woman. Sorry, what cut? Okay, now you're gonna have to teach me English. This is how she stays a virgin, yes? Until her wedding night, and then her man opens her. That's the way, isn't it? Whereas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re not cut? What do you mean? Did they cut something away from you? Can you show me? Maybe I can understand. 玛丽莲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华丽丝每次上厕所都要花10几分钟，为什么她从来不肯在别人面前换衣服，为什么她对男人的靠近有这么深的恐惧。而华丽丝也从玛丽莲的嘴里知道了真相，原来这个世界上 99% 的女人都不需要经历割礼，原来女性的身体本该就是完整的，原来她坚守了10几年的纯洁不过是一场残害了无数女性延续了3000多年的骗局。华丽丝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还没等她从这场崩溃里走出来，割礼带来的后遗症就彻底爆发了。这天，她正和玛丽莲在公园里吃饭，腹部突然传来一阵酸心的剧痛，玛丽莲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当医生给她做完检查，整个人都震惊了。这么多年来，华丽丝的身体一直在被这个愈合的畸形的伤口折磨着，随时都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感染，甚至危及生命。医生告诉她，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手术，虽然不能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但至少可以帮她修复伤口，让她不用再承受这种无休止的痛苦。为了让语言不通的华丽丝能听懂，医生还特意找来一个同样来自索马里的男护士帮忙做翻译。可医生善意的帮助到了这个男护士嘴里，却变成了一把扎向华丽丝心脏的尖刀。
dadkaaga iyo dhaqankaaga isku xishood wejigaaga ma arki karo hooyada ma ogta waxa samaynaysid男护士的话像一盆冰冷的桑水，瞬间浇灭了华丽丝心里的希望。她哭着从医院跑了出来，跑到了伦敦的大街上，看着街边商店的橱窗里那些裹着黑纱连脸都不能露出来的穆斯林女人，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沙漠里那些一辈子都被困在愚昧传统里连反抗资格都没有的女人。就在她快要被绝望吞噬的时候，姥姥当年跟她说的话突然在她耳边响了起来。是啊，他从沙漠里光着脚逃出来，一路吃了这么多苦，好不容易逃到了自由的世界，为什么不能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想到这里，华丽丝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医院。手术非常成功，他终于摆脱了伴随10几年的身体上的痛苦。出院之后，他翻出了那张被塞在口袋里放了很久的名片，这是他之前在快餐店打工时一个叫唐纳森的男人给他的。别看这老家伙满脸油腻，人家可是时尚圈顶流的摄影师，无数大牌明星挤破头都想让他拍照片。当时唐纳森来快餐店吃饭，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黑皮肤的女孩，她的五官立体的像沙漠里的断崖，瞳孔里藏着未经驯服的野性，哪怕只是站在那里擦桌子都藏不住一身的灵气。于是便想邀请华丽丝做他的模特，还给他留下了这张名片。可那时的华丽丝根本不知道模特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张小小的名片会是他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直到他把名片拿给玛丽莲看，玛丽莲当场就尖叫了起来。 Jesus, where'd you get this from? Terry Donaldson. The Terry Donaldson. What do you mean? He's only famous. The fashion photographer. He did Diana. 玛丽莲告诉他，只要抓住这个机会，他的人生就会彻底改变。于是华丽丝便根据名片上的地址走进了唐纳森的摄影工作室。第一次面对刺眼的闪光灯，他局促的像一只受惊的小鹿，连拍了好几张，效果都非常差，但唐纳森却很耐心的引导他。 So, Morris, do you think about home a lot? Your mum and dad? Brothers and sisters? Yeah. 这组照片出来之后，瞬间就惊艳了整个时尚圈。顶级的经纪公司在唐纳森的极力推荐下签下了华丽丝，还给他安排了专业的培训，让一开始穿高跟鞋都站不稳的他渐渐适应了镜头，放下了心里的戒备，把藏在骨子里的美彻底释放了出来。Morris, my darling, you are going to travel the globe. 是的，经纪人给他争取到了去巴黎时装周走秀的机会，这可是无数模特梦想的舞台。只要能在巴黎时装周的 T 台上亮相，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顶级超模的行列。可就在华丽丝以为自己终于要一飞冲天时，意外却再次发生了。就在他准备登机去巴黎的时候，机场的警察却当场逮捕了他，因为他的护照早在当年逃出大使馆的时候就已经过期了。他现在是非法滞留英国的黑户，别说去巴黎了，连留在英国的资格都没有，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回索马里。华丽丝被警察关在了冰冷的拘留室里，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努力，在这一刻仿佛都化为了泡影。然而就在他绝望到极点的时候，玛丽莲凑够了钱，给他交了保释金，把他从拘留室里救了出来。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只能拿到有限的临时居留许可，想要拿到英国的永久居留权，光明正大的留在这里去全世界走秀，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和一个拥有英国国籍的人结婚。华丽丝思来想去，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玛丽莲公寓里的修理工尼尔。尼尔一直对华丽丝有好感，他答应和华丽丝假结婚，两人约定好，等华丽丝拿到永久居留权，就立刻去办理离婚手续。可这场假结婚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移民局会随时上门突击检查，为了不被拆穿，华丽丝不得不和尼尔住在一起，在别人面前装作恩爱夫妻的样子。可时间一长，尼尔就渐渐暴露了本性，时不时就会借着演戏的名义骚扰他，毕竟每晚都睡在顶级超模身边，却不能动，哪个男人受得了呢？而华丽丝只能一次次的拒绝，每天都活在煎熬里。直到半年之后，他终于收到了移民局寄来的信件，他的永久居留申请通过了。于是第一时间摘下手上的婚戒，和尼尔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立刻订了飞往巴黎的机票。从索马里的沙漠到伦敦的街头，再到巴黎的时装周，他走了整整10几年。这条路他走得满脚是血，可他终于走到了自己想要的地方。
华丽丝的眼神自信又从容，她的美带着沙漠的粗粝，带着浴火重生的力量。和身边那些精致的模特比起来，她的身上有着别人模仿不来的生命力，瞬间就征服了全场。一夜之间，华丽丝这个名字火遍了整个时尚圈，她从一个流浪街头的难民成了炙手可热的国际超模，各大顶级品牌抢着找她代言，她的照片贴满了伦敦、巴黎、纽约的大街小巷。所有人都好奇，这个从索马里沙漠扫出来的女孩到底是怎么完成这场逆袭的。所有人都以为改变她人生的是在快餐店里遇到唐纳森的那一天，可只有华丽丝自己知道，真正改变她人生的是她3岁那年在乱石堆里经历那场酷刑的日子。在一次顶级时尚杂志的专访中，面对主编的提问，华丽丝没有讲那些光鲜亮丽的逆袭故事，而是平静的一字一句的说出了自己3岁那年的经历，说出了割礼的真相，说出了那些在索马里沙漠里因为割礼而死去的女孩们的故事。听完他的描述，见过无数大场面的主编早已泣不成声。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在 T 台上光芒万丈的超模背后竟然藏着这么惨痛、这么绝望的过往。这篇专访发布之后，瞬间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人第一次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割礼这种惨无人道的陋习，还有无数和华丽丝一样的女孩正在承受着这种非人的折磨。联合国也注意到了这个勇敢的女人，向她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希望她能站在联合国的演讲台上，向全世界讲述割礼的真相，为那些被残害的女性发声。而在登台之前，华丽丝坐在房间里犹豫了很久，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站在了联合国的演讲台上，并且面对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代表，面对无数的镜头，华丽丝没有丝毫的胆怯。 I love my mother. I love my family. And I love Africa. For over 3,000 years, the family truly believes that a daughter who is not circumcised is not clean, because what exists between our legs is unclean. So it must be removed and sealed up as proof of virginity and virtue. And in the wedding night, the husband takes a blade or a knife and cuts it open before he forces himself into his bride. An uncircumcised girl cannot marry. Consequently, she is expelled from her village and put on the same level as a whore. This practice continues even though it is not written in the Quran. It is accepted that as a result of this mutilation, women are sick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 same women who are the backbone of Africa. How much stronger would our continent be if this senseless ritual were abolished? There is a proverb in my country. The last camel in line walks as quickly as the first. Whatever happens to the least of us has an effect on all of us. When I was a child, I said I do not want to be a woman. Why, when it is so painful and so unhappy? But now that I am grown, I am proud to be who I am. For the sake of all of us, let us try and change what that means to be a woman. 这场演讲震撼着在场的所有人，也通过镜头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华丽丝会借着这波热度在模特事业上再上一层楼的时候，她竟然辞去了所有工作，推掉了所有代言，成为了联合国的反割礼特使，还成立了沙漠之花基金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废除割礼这项陋习的事业中。她是全世界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谈论自己的割礼经历，公开反对割礼的女性。她走遍了非洲的各个部落，就给那些生活在愚昧传统里的人们讲述割礼的危害，就给那些女孩们带去反抗的勇气。在她和无数人的努力下，超过28个国家正式立法禁止了割礼这项传承了几千年的陋习。可直到今天，全球依然有超过 1.3 亿的女性正在遭受割礼的迫害，依然有无数的女孩在3岁的年纪就要面对那场血淋淋的酷刑。这部电影改编自华丽丝·迪里的真实人生经历，这不是一个王子拯救公主的童话，也不是什么爽文里的逆袭故事，这是一个女人靠着自己的一双脚，从地狱般的沙漠里一步步走到世界舞台的真实史诗。她这朵从沙漠里开出来的花，从来都不是为了被人观赏，而是为了刺破黑暗，为了让更多和她一样的女孩能看到光，能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我们总在说什么是真正的女性力量，我觉得从来都不是光鲜亮丽的 T 台，不是万众瞩目的光环，而是哪怕你被命运踩进了泥里，也敢拼了命开出花来的韧劲儿，是哪怕自己淋过雨，也想给别人冲散的温柔，是哪怕见过最深的黑暗，也依然愿意活成一束光的勇敢。华丽丝的故事告诉我们，能定义你的从来不是你经历的苦难，而是你在苦难里始终不肯低头的样子。